司马家名声之臭。司马昭想司马炎系出名门，长得又帅，就想跟竹林七贤阮籍求亲。但阮籍呢，一连酒醉了60多天，被他给躲过去了。几乎所有看过司马炎的人都说，司马炎是个标准的一家公子，展现出一个第3代太平天子该有的模样，充分的步入到司马炎这一代，整个司马家就已经没有奋发向上的锐气。265年的5月，司马昭薨逝，他就接了他父亲晋王的爵位。266年，正式改国号为晋，司马家的裂痕出现，埋下西晋崩溃导火索。司马炎一即位，手上就有3个前朝皇帝，可以说是一国3公，一个都不杀，试图扭转大家对司马家残忍不离算计的印象，表示他的宽容政治。他在内政上施恩于百姓，奠定了未来灭亡的基础。可是终究避不了智人群体面服心不服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我们的历史讲堂大认识人系列哦。这阵子呢，我们都在讲一个比较被淡忘的王朝西晋，它是魏晋南北朝当中一个艺术，也就是呢短暂的统一哦。然而这个王朝为什么这么的短命呢？他花了3代4人，好不容易才正式的登上了皇帝的位置，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可是他竟然花了整整15年才把最后南方已经乱得不行的吴国给收拾掉了。这个王朝呢，后来也闹出了很多的笑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可以看到晋朝是一个长期被忽视，而且似乎评价也不是很好的朝代。不过呢，一般人却没有注意到，在他统一天下之前反而是这个国家呢蒸蒸向上，相对是繁荣的时期。那我们今天就来把司马家族统一天下的故事推进到终于他们3代4人的最后一位司马炎的故事哦。那讲到历史，我们来欢迎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像我们今天呢，要来好好聊一下晋朝终于正式建立的建了老半天了，一路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到现在呢，终于来到了司马炎司马家的接班还真的是非常的长大概也很少有王朝要花这么多代才能够真正的建国，最终完成统一放眼整个中国史里面，还真的找不到第2个王朝。但是司马炎的上位却很有意思他本来应该不是轮到他来当皇帝才是那到底司马炎的上位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司马昭是如何培养这一代司马家族那最终他们又是怎么样去建构一个王朝的底气，让他有机会在15年之后终于统一了这个天下？好的，司马家最后能够夺权完成王朝的建构，还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不是如果我们不从司马懿讲起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整个脉络把它讲清楚好像司马炎夺得天下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副理所当然一样，其实不是的。经过我们这几集的努力，我相信所有的观众应该也都知道，其实这是有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对不对？中间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先讲一下司马炎时机终于成熟了。其实大概到了司马昭时代，基本上这个司马家能够建立新王朝的阻碍大致上都已经被司马昭所弭平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司马昭背负了一个巨大的骂名弑君所以导致司马家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马上做一个解决。不过司马昭也不错啦，因为他及时死掉了，是不是？然后这个事情当然就落到了他的长子司马炎的身上。稍微先讲一下司马炎。司马炎生于236年他是司马昭的长子，他的母亲是王元姬，他的外公是王述。司马炎16、17岁之后，他的父亲司马昭也开始栽培他其实栽培他的脉络跟过去大伯司马师父亲是司马昭时代脉络差不多就先担任中府君等等这些职务。简单说，就是先让他掌握中央政府的军权，利用这个位置在中央政府洛阳朝廷里面先培养他基本上的一个班底大概到了司马昭晚期最后这几年，尤其是弑君前后，司马昭大概基本上就在做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继续累积司马家的声望，第2件事情就是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弑君的这件突发事件之后，就让司马昭开始急于想要再建立功业，就是伐蜀伐蜀汉期间，我们知道后来又有许多事情发生，像钟会的叛变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伐蜀汉时间，他的父亲司马昭尤其到了后期要率领大军到长安这边来掌握所有状况的时候，基本上在洛阳坐镇的就是司马炎那辅佐司马炎的大部分也都是司马昭给他所精心安排的一些老臣，这我们后面会讲到。比如说有一个人
人到了司马炎时代还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知道的贾充。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虽然大了，但这个时候还等于是司马家的中流砥柱，就是司马孚啊。各位不要忘记了，老先生还在哦，这个老先生很厉害的。在我看，司马孚的存在是司马家成功的重要关键。司马家能够精诚团结，很重要的就是还有这个老先生在啊。据说只要发生事情之后，司马昭离开了洛阳，坐镇在洛阳处理政务的都是司马炎。据说司马炎跟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伯父是完全不一样，几乎所有看过司马炎的人都说司马炎相貌堂堂，细皮嫩肉，是个标准的一个富家公子。所有见过司马炎或者是描述司马炎都说他态度从容，谈吐优雅，跟他父亲、他伯父甚至他祖父那种靠军功一路打上来的感觉就是完全不同了，展现出一个第三代一个太平天子该有的模样，对不对？其实这个在当时的人来讲是留下不错的印象。可是各位，以我们一直讲中国历史经验到现在，各位一个开国皇帝竟然是一个温文儒雅的贵公子，而且没有经过什么军旅上的磨练，其实这是反常的，是不是？这也充分的暴露司马家漫长的奋斗到了司马炎才成熟啊。实际上到了司马炎这一代，整个司马家无论是他个人或者是他整个班底，就已经没有那一种奋发向上的锐气，反而是以生长在太平时代，甚至我们讲白一点，坐享其成的这样的一群人为主力哈。所以司马炎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跟大家的期待之中长大了哈。我们知道司马炎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很快就接了他父亲晋王的爵位啊。其实所谓的篡位列车的最后一站，几乎可以说宣告要抵达。可是这个时候却有一件事情埋下了后来司马家内部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事呢？各位不要忘记哦，司马昭并不是司马懿的嫡长子哦。司马师是因为他的老婆夏侯徽没有帮他诞下子嗣嘛，那他其他似乎也都是生女儿哦，所以导致司马师没有子嗣。但是我们知道司马家的双保险布局，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讲过，再加上司马家这时候精诚团结的家风，就让司马家这个问题就暂时没有发生。不过当时司马昭就把他的二儿子次子，就是司马炎同父同母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了司马师。各位，这个在古代是常见的啦，对，就是兄弟当中有一个没有儿子，就从兄弟当中的儿子挑一个过继过去哈。所以一直到近代这种事情都还存在。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也是他兄弟过继的，因为李鸿章快50岁还没有儿子所以这个事情在古代并不常见。可是问题是到这个时候司马家即将篡位的时候，就凸显一件事，就是司马炎并不是司马家的嫡长孙。如果你整个地统要算到司马懿的话，以宗法来看，那嫡长孙应该是司马攸，因为他是司马师完成过继手续的儿子如果司马攸的表现也很一般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问题是司马攸从青少年时代12、13岁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名声跟声望，据说他态度从容，谈吐有节，而且后来他担任许多的职务也都表现得很好无论是处理军务政务都非常的妥当。所以在禁书上给了他4个字，叫朝野倾心，认为司马攸是司马家未来的一个希望。我告诉各位，《资治通鉴》上有一个记载，司马炎我们说他是个富贵公子嘛，所以他平常很喜欢热闹，就是他跟他的大臣们常常会喝酒啦、吃饭整个气氛就会变得很嗨。可是每次只要有一个人出现了，司马炎就会立刻正襟危坐马上就恢复一个皇帝该有的仪态。谁呢？就司马攸。每次司马攸一出现，司马炎就马上正襟危坐，就要做好。可见司马攸在当时朝野心目中的一个分量各位，司马家的兴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讲司马家的这种双保险布局也好，或者说司马八达以来这种良好的家风也好，各位这时候已经到第3代了，对不对？那司马家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这种良好的家风，不会发生司马氏内部的倾轧跟动荡，就是司马家未来能够持续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司马攸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就威胁到了后来一件很重要的事，就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是一个标准的弱智皇帝，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当年司马师把位置给了你司马昭，完成他父亲双保险这样的一个安排，最后才有后来司马家的基业。那你司马炎的儿子这么不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虑把位置给司马攸？各位，司马家的裂痕开始出现，所以一开始在前面讲司马家前面3代那种精诚团结的精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权力是寡占的嘛。各位不要小看这个裂痕，这个裂痕后来产生很重大的影响，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来西晋整个王朝的崩溃
会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就是八王之乱。但是无论如何，司马炎还是顺利的继承他父亲晋王的位置。就在265年，司马昭病死之后，同年的农历12月，司马炎就访曹丕代汉之故事为自己的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晋王之后，就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指点曹奂，告诉曹奂说，你就让位吧，曹家的天命已经到此哈。其实曹奂在辈分上还高曹髦1倍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了哈。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曹奂鉴于前面曹髦的悲惨下场，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很快的就符应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有一个人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谁呢？司马孚。对，司马孚这时候又发挥了他奥斯卡级的演技，对不对据说他握着曹奂的手说，陛下不用担心，我司马孚还是大魏忠臣。各位，你不要小看司马孚这句话是有安定人心的力量，就等于是告诉曹奂一件事嘛，我们司马家不会杀你，不会把你怎么样，只要我司马孚还在，司马家这个老规矩不会变，我是不会杀你的后来不久之后，曹奂就下诏，他说晋王4代辅佐皇帝，功勋卓著，4海都蒙受司马家的恩泽，所以天意如此，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所以就告诉司马炎，请你顺应天命，不要推迟。不过中国历史上这种篡位还是有一个惯例，必须要3劝3进3退，对不对对，所以司马炎到了第3次，他才接受了曹奂的禅让。我们姑且不说这个篡位有多少的正当性，总算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顺利的转移。司马炎登基之后，也封曹奂为陈留王，在266年正式改国号为晋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西晋。司马炎正式成为历史上后来的谥号，叫做晋武帝嘛。一即位之后，司马炎立刻就建立太庙追尊他的祖父司马懿，他的大伯司马师他的父亲司马昭为皇帝。基本上司马家的皇统到这边就算是完成了，也可以说司马家漫长的建立王朝的工程，终于到司马炎第3代顺利的完成。4个接力棒，这是递的极其漫长不容易。从高平陵之变开始到这个时候，也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代继承下来，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可以做一点补充了首先先讲一下司马炎，还有一个很奇特的面貌叫做手长过膝所以他也是有奇象据说他这个双手自然垂坠下来的时候呢，就在膝盖以下，这一点是跟大家报告一下。那另外司马炎刚才像我讲到很大的特殊，你可以发现他的历练当中主要是以文职为主他不像他的爸爸伯父，甚至呢他的祖父司马懿都有非常长的军旅生涯。对，虽然他也是担任了总领军，就执掌禁军，但是整体来讲，他并不是去打仗了。像司马昭对比他的爸爸，对比他的哥哥，虽然打仗确实没那么厉害，可他事实上也是出生入死好几次所以最有名的一场就是新市之战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司马昭也是久经战阵所以这个从心态跟气度上来说，司马炎他就是一个贵公子出身，他对于政治上的果决，或者说你说司马家的 DNA 里面所刻的那种阴狠就少了很多所以他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好亲近的君上，他比较没有这个架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他善良的一面，所以他确实比较善良。等一下我们会来谈这个事情，但他的锐气也少了好几分。这一点从他后来跟司马攸的问题在处理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其实对司马攸始终没有下狠手。可是问题就在于这里你就导致整个朝廷你只能排挤他嘛。这个就跟曹操在处理曹丕跟曹植问题的时候，虽然跟他闹了一段时间，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有他很明确的名段嘛，这点是一个差异再来，这里叫晋的关键原因是司马昭封晋王，这个是完全照抄曹魏的势力。那这也开启了一个中国的大篡位时代，而且呢，几乎的逻辑都一样。曹操之所以后来用魏当国号呢，因为曹操的封地呢，在包括他的家乡呢，主要就是在古代魏国这个地方嘛，所以他当时封魏王嘛。他的儿子曹丕夺得天下之后，就用魏作为王朝的国号，一样，他封在晋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古代3晋之地，大家还记得嘛？所以呢，他们也是沿用了司马昭晋王封号，所以司马昭过后，司马炎晋封晋王，接着当上皇帝就以晋为国号，也就是晋朝。那之后你去看魏晋南北朝，但凡篡位都玩这一套，所以有很强的效法的效应开创了一个政权的和平转让。但这个和平转让其实不是完全的和平转让，因为我们还记得曹髦还是死在了司马昭的政治阴谋之下嘛，所以这一点呢很臭名。再来，当时司马家篡位之前呢，到底名声有多臭呢？这一点我们来讲几个点首先，他篡位当然是走完整套流程的，非常丝滑。265年的5月，司马昭薨逝。
到了266年的2月就篡位完了，超快的哦。首先呢，司马昭薨是要先办丧事啊，丧事办完之后呢，接下来呢还有什么祭天啊，还有各种赐爵。那这个臭名啊，并没有随着司马炎的即位啊，还有司马昭的不敢即位而告终哦。即位之后呢，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哦，比如说呢，西晋初年的名士最有名是什么？竹林七贤，大家还记得吗？那曾经有一次是这样子的哦，竹林七贤里面的有一个呢叫做阮籍，当时啊司马昭呢就想说，哎呀，我这个儿子司马炎啊，长得又帅，系出名门，要跟他来结个亲啊哦。那阮籍呢，他们家呢就是当时的名士嘛。名士当然就是要跟名士相结啊，所以呢就想要跟阮籍来求亲啊，想说阮籍有个女儿，这个年纪也相仿，那是不是呢可以来缔结个亲家？那照理来讲啊，在司马家权势这么大的情况之下，那应该是答应的啊，就没事啊。但阮籍呢就觉得，哎，朱门酒肉臭啊，讨厌他们啊，一连呢酒醉了60多天，整整2个多月哦，天天喝酒醉。司马昭就是认识就找不到机会啊，上门去跟他讲这个亲事哦。后来呢，只有不得不放弃哦，被他给躲过去哦。大家可以知道当时的名士是什么态度，这就是司马炎所处在的一个时代。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也让司马炎呢上台之后呢，戒慎恐惧啊，他必须的更加的拉拢天下嘛。具体的表现几个，就像刚才学长提到了，司马孚就表现的一副宫中体国的样子啊。那另外呢，司马炎的司马攸的妈妈王元姬啊，其实她有一个很有名的祖父是谁？王朗，对吧？系出名门了，他们也是琅琊王氏的后代了。这王元姬呢，据史书所称非常的能够尽妇道，知书达理，而且很有智慧。当年钟会自起命去打蜀汉的时候，他就说这家伙会反要小心，还真的被他说中了哦。王元姬呢，身体力行，作为后宫表率了也一副母仪天下的一个样子。当然也很难想象，跟后来呢八王之乱之前不是有个贾后乱政嘛？所以司马家的精神团结不只是在兄弟之间事实上甚至连他们的妃后都会做很高的表率。为什么要做这些？早年都是很贤惠的女人。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些呢？正体现了他们整个的名声之臭，很难扭转啊。那他后来做到太后的时候呢，他甚至还是身体力行非常非常的节俭的。他一直活到了司马炎称帝之后几年才过世啊。除了司马昭的太太王元姬之外呢，司马师的太太呢杨辉宇啊，这时候还在。司马师的太太不是系夏侯吗？对啊，这夏侯是他出山之前呢所娶的太太，但夏侯氏后来被他毒死了嘛。据史书来说后来呢他娶了杨辉宇啊，杨辉宇呢不得了了杨辉宇呢他们家也是一个名门之后啊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弟啊，叫做杨户，就是后来跟苏武长期对抗的大将军杨户。杨辉宇啊，他其实是晋朝建立之后呢，长期真正上的太后。他在晋朝建立之后呢，他移居的后宫的位置在洪训宫当时称洪训太后了。因为呢，他活了比王元姬还多了10年他也是一个很母仪天下，基本上也是知书达理、才貌双全，当时世称为才女嘛，然后也非常懂得侍奉丈夫啊、管理后宫啊这些等等的。所以其实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非常尊敬的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母仪天下也是作为司马家臭名之外那个消毒剂所以司马家的女人是很辛苦的，大家知道吗？但他比较可惜的是，他没有帮司马师产下儿子嘛。但有一点我们真的要讲说，杨辉宇真的后世真的可以称赞。夏侯徽呢，也就是司马师的原配在西晋建国之后呢，没有被追封可是呢，他当时多次跟他的侄子司马炎跟皇帝来上书说你一定要追封夏侯徽，他才是原配，我是继室。直到呢王朝建立的第2年，太史2年266年的时候才正式的来追封夏侯徽，自称叫景怀皇后，他自己后来被叫景献皇后。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因为这等于是帮夏侯家平反，恢复了夏侯家该有的政治地位，这也是宽容政治的一环，你可以这样讲。但就是这样，所以他总得做点什么，让大家可以服气他吧，是吧？那司马炎该怎么办呢？篡位之后得做点表现吧。到底司马炎要怎么样在开国之后来重新的建构司马家的形象，稳固他的统治呢？他是推行什么样的政治？好，基本上西晋建国之后，司马炎很希望给当时世人树立一个形象，就是我们司马家现在已经不一样。我们知道司马家过去可以说是残忍狡猾、心狠手辣，该杀人的时候是一个都不会少。但是到了司马炎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说司马炎的状况跟他的父祖辈完全不同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时候司马家
家已经是拥有半壁天下的大家族，而且他们家也可以说是雄踞中原正统，所以他就要展现出一个正统王朝该有格局跟气度出来哦。所以司马炎上台之后，又有不少史学家称赞，说他在上台初期的时候，基本上是实行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被称作叫宽容政治。什么是宽容政治呢？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如何安顿前朝皇帝。司马炎也是蛮奇葩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即位，手上就有3个前朝的皇帝都还存在哦。这个在历史上应该也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哪3个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刚刚禅让下台的魏元帝曹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废帝曹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被消灭蜀汉帝国的末代皇帝蜀汉后主刘禅。这3个人都还结结实实的活着哦。那你要怎么样安顿这3个人就非常重要。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他怎么安顿曹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封他为陈留王，但是后来为了要展现我对3个亡国之君基本上我采用的方法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他们3个人后来的爵位也都拉平了哈。各位，在汉晋时代公爵也分成好几级哈，但是一般来说的话，献公在襄公之上，所以他当时他就将魏元帝曹奂他的爵位改封为长道襄公。另外还有一个废帝曹芳，这个时候他还活着哈，曹芳就改封为叫少陵献公。注意哦，献公他为什么是献公？因为这等于是一方面也是承认他父祖时代的功业，因为曹芳过去曾经当过他父亲跟他的祖父这一代人的皇帝，所以他的爵位就比曹奂要高一级啊，就是所谓的昭陵献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父亲消灭的蜀汉帝国末代皇帝刘禅也被封为安乐献公。其实刘禅在被打败之后被俘虏到洛阳，当时刘汉就被封为安乐献公。那新的王朝西晋建立之后，也还是将刘禅继续保留了安乐献公的爵位，这可以说是一国3公，3个前朝皇帝都封为公爵，但是高低有别啦，分别是献公跟襄公。但是可以肯定一点是3个一个都不杀，各位这不容易哦。我举例就好了，赵匡胤号称宽待投降的各地5代10国那些独立王国的小君主，对不对？对。但是你不要忘，赵家最后还是逼死了李后主李煜。可是司马家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啊。我们大家现在对司马家的印象都不好，其实司马炎在早年的时候是做了很多的努力，试图扭转大家对司马家残忍而且政治上工于算计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他一个都不杀，表示他的宽大为怀啊。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他将后主继续保留安乐献公，也等于是告诉全天下一件事情，就是我司马炎这个新王朝跟过去3国时代的这些王朝所发生的事情都无关，我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是宽大待人。从这3位所谓的亡国之君的处置，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边我补充2个点，一个是刘禅其实在蜀地还是相当具有威望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中魏的叛乱嘛，蜀地不安哦，所以刘禅在这个政治意涵上其实相当的高，而且没有降封哦，还有隐含一个意味啊，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曹魏自比为正统王朝，那刘禅明明是分疆裂土的非正统王朝，怎么他们的亡国君主站在都是同一级的公爵呢？这一点哦，大家了解。对，而且它还隐含一个意思哦，长道襄公跟昭陵献公，曹芳明显高曹奂一级啊。为什么呢？根据史书的记载啊，曹魏的政治这个时候奉祀者是在曹芳身上。这一点呢，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讲过这个系统啊。那曹奂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正式去接上曹睿的奉祀呢？是一直到了曹芳过世之后，还是以降背刺的方式？我的曹奂跟曹睿是同辈分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司马家作为一个世家大族，他们对于这种礼制、对这种政治的象征意义处理的是非常细腻的。我同时有2个魏国的亡国君主，没有错，但是呢，长幼有序哦。明明曹芳是小曹奂1倍，可是呢，曹芳却占据着魏氏的正中，直到后面曹奂再补上来。那我就把这整个安排好，而且我觉得也还是再次的强调了一个点，就是蜀汉不是正中之外呢，事实上从曹睿之后，接着就是从我祖父司马懿开始啊的天下，所以刘禅并不是败亡在曹魏的手上，而是败亡在我司马家的手上。我想这一点是可以给大家做补充的哦。那另外呢，没错，除了在政治上的示范作用之外，他在对社会的工作上面还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司马炎因为他要扭转整个司马家给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印象啊，所以做了很多好事。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宽大的对待3位所谓的亡国之君之外，他在内政上也做了许多的改革。简单说，施恩于百姓。我这边先讲一个观念，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面提到，他认为曹家跟司马家都代表
着黑暗腐败的力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统一天下，就算统一天下的时间也不会太久啊，因为他们缺乏一种今天的话讲叫做名正言顺的正当性来统治哈。其实我们必须要说，钱穆先生讲的也没有错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司马炎已经注意到了，所以司马炎才会试图把他们家的正统性加强。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持续在内政上做了许多的改革，希望能够继续争取民心。首先很重要，他推广了几个制度，这几个制度也都是坦白说都是切中时弊啦哈。首先第一个，他建立户调制，就是重新建立户口。各位，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因为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嘛，当时百姓的流动量也很大。我们今天会觉得老百姓从这里迁到那里，那里迁到这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各位，这个古代这是大事因为古代是农业社会，安奴中心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啊。如果你不能让老百姓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能够稳定生活，那这个王朝的经济就不能会好哈。很重要一点是你朝廷要赶快建立稳定的户籍制度，司马炎就建立了所谓户调制。户调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就地安置。各位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从司马懿时代开始就在推动所谓屯田吗？那屯田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地方迁过来的军人跟老百姓嘛，填补空白地带，在那边就地屯垦、就地养兵。基本上司马炎就下令户调制建立之后，在全国各州郡，不管你的祖籍是在哪里，从此之后你的户籍就就地安置。其实我们看从司马懿搞屯田制到现在，各位也差不多30年了，时间也相当久了。以古代的标准，16年算一代，这时候这些定居在当年屯田的百姓也差不多2代人，也的确可以达到一个安土重迁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就地安置，然后建立户口并且各地的流民都比照办，把整个社会秩序做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调整。就是他试图结束东汉末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个动荡的状况。各位，中国各王朝都一样户籍制度建立之后，再来你就有比较稳定的税收了，对不对？再来他就推广第二个制度叫占田制。就是过去你如果是因为屯田或者是因为社会上的动乱暂时离开了你的本乡到某一个地方去居住，或者是你奉命到某一个地方去屯住，然后你在那边就地开垦的田地，从现在开始都属于你个人的，你就变成地地道道的当地百姓。户调制跟这个占田制基本上是可以说相互配套的。这边就凸显一件事，就是从司马懿时代的屯田制到了这里已经开花结果了，不但达成了军事功能，也达成了社会跟经济的功能。从现在开始屯田制就逐渐要废止，就变成户调制跟占田制这个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讲的确是善政，当然也方便官府的管理了。对，第三个，各位还记不记得九品官人法？另外魏晋南北朝时代，不论是北方的曹魏或南方的东吴，都存在一个现象，就所谓的部曲役从所构成的私兵，这些世家大族控制的土地，部曲役从就等于是控制了税收。各位，这对整个国家的安定以及国家的行政效率是构成很大的威胁。为了要削减世家大族的影响，所以司马炎开始推动所谓的品官占田制，就按照官员的官品大小规定每个人只能有限的占田，你不能够无限制扩张土地。另外所谓印刻制，就是你麾下的部曲跟役从多余的人必须让他们恢复自由民的身份，重新纳入户籍。简单说就是把土地跟人从地方士族的手上抢回来，交落地方的士族，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各位，这很重要，这代表司马炎已经意识到一件事，战争迟早要结束了。对，战争结束，王朝就要恢复常态啦，是不是？所以讲到这边，我可以告诉各位，司马炎绝对不是没有政治才能的。而且我相信在他即位之前就已经观察到这些现象，所以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即位初期，他是试图要矫正东汉末年到曹魏已经将近1个世纪所留下的各种问题。再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不断的下诏施恩天下。各位，司马家杀人是从来不手软的，对不对？仁义道德4个字跟司马家从来是不沾边的，所以司马家当时很不得人心，给人的印象很差嘛。所以司马炎除了做政治跟社会上各种调整之外，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断的施恩于天下，曾经多次下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由政府赐谷，1人可以领5斛的粮食这等于是实行了一种社会福利制度它也等于是一方面安定百姓。所以当时司马炎在灭吴之前，我们今天找得到在技术上至少4度下诏照顾天下的老弱，这个在历史上很少见的。各位，他要建立一个人君的形象。其实人这个字跟司马家过去真是一点都不搭，对不对？
完全是没有关系。那司马炎想要把字重新再找回到司马家的印象里面去啊。第三个就是他要求各郡国要切实贯彻上述的各命令。我们后来会看到，他还进一步做了一件事，就削弱各郡国的直属武力，为的就是进一步削弱地方这些土豪士族的力量。另外，他篡位之后没有多久啊，就不断的广开言路，鼓励全国各地的臣民，甚至于他还专门针对巴蜀一带的百姓直接上书，就是现在你们也已经是我们晋朝的臣民，虽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你们是地方割据势力统治啊，但是他要展现出说我对你们全部都是一视同仁。我们后面看到啊，他灭吴之后也是这样，他刻意拔擢吴地的士族到洛阳来做官，他就是要展现一副我是天下一统的大皇，我对各地的臣民一视同仁，绝对没有任何一点的歧见啊。第七非常重要，就是他重视律令制度哈。他统一之后，除了我们刚刚讲像他整理户口、提高政府的效率之外啊，还有很重要一件事，他叫贾充等人整理从东汉到曹魏以来每一年所颁布的诏书，重新修补国家的法律。因为他认为乱世的时候许多临时摊派跟各种的命令，为了应付战况，国家的法治不上轨道，他认为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哦，所以他多次要求贾充等人修改晋朝的法律，而且要求贾充等人巡行地方，到各地去向全国的百姓臣民说明新王朝的法律制度跟它的内容。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形象，现在帝国已经逐渐走向统一了，跟过去那一种军政府已经不一样了啊。我们是一个正统王朝的政府，所以我们一切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不会像过去一样让老百姓生活不安定啊。在他的努力之下，帝国展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一个面貌啊。除了他本人相当有自信，可以把帝国治理良好之外，他还展现一种仁慈啊，并且能够体恤天下百姓的形象啊。这个时候展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他是一个太平天子啊，已经跟过去司马家的那种形象开始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各位不要小看这12年，这12年西晋帝国的人口稳定增长，而且我们今天看得到，他灭蜀之后，巴蜀汉中地区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叛乱，也就是他在这12年的施政，大致上来说是得人心的哈，而且能够让西晋的人口跟经济发展都稳定的恢复。各位，这很重要一点，它奠定了未来灭吴的基础。我要告诉各位，灭吴的难度恐怕超过当年灭蜀汉哦，因为吴国是南方大国，又有长江天险，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那这12年的努力，让西晋的国力上升，也是后来他能够灭吴、顺利统一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OK， 先补充一下哈，户调制跟占田制真正的全国通行，直到280年，也就是西晋灭了孙吴之后，全国统一之后才完全推行。因为在灭吴之前呢，还是有防务的需求。可是刚才学长讲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行的过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其实从东汉后期之后啊，因为呢各地的变乱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口啊，就变所谓的隐匿人口，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品官占田印刻制。隐匿人口呢，就我们一般通称的部曲印刻，或者呢就是役从，他们不再向朝廷缴税，也不是朝廷的户口。他们就是在这些世家大族下的田土上来耕作，你可以说他们不到奴隶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就是类似这些世家大族的私人所管辖的人口哦，你可以这样去思考。那这一群人口有一个特质是什么？他们呢聚族而居啊。然后呢，以世家大族为核心，所以朝廷对于他们基本上掌控力很弱，他们就以一个小城堡一个小城堡聚居在一起哦。这种现象哦，其实在西晋灭亡之后，在北方更加严重。这个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非常动摇的哦，各位，国家统治就无效了嘛。对，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他们服从于这些大氏族啊，所以大氏族的实力是非常强劲，他们不是单纯当官啊，他们是有实力的啊，所以这一点就成为说司马家他必须要逐步来推展跟施行的一部分啊。当然还是必须等到全天下统一之后啦。所以这段时期啊，其实我们可以说，事实上是一整个西晋集团或者说整个司马集团啊，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西晋初期的一个政治上升期啊，可以这么来称呼啊。那这也奠基了第一个灭吴的一个实力跟底气吧。第二个就是灭吴之后，西晋大概有10年的繁荣期，就后来史称的太康之治，我们最后会谈到。西晋初年的政治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个很奇怪的点哦，西晋明明在266年就已经建立了，怎么拖到280年啊，整整14年之后呢，才正式的灭了吴哦？中间有很多的折冲村主啊，其实很拖沓，所以司马炎也很难为啦，他很想打，但是好像又不能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是不是先分析一下？好，后面
面讲到灭吴战争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这边先给各位观众一个印象啦。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司马炎他们建国的这一代西晋的君臣，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有开国锐气的一群君臣。司马炎其实是个太平天子，我们看他种种对人民实行的仁政，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并不急于大规模用兵啊，就是想要把天下赶快的统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是我告诉各位，当时的司马家统治下的西晋，他们整个集团内部的几个重要的士族，其实对是否要赶快用兵征服南方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所以前面我们讲到杨户，用今天话讲，标准的武统派啊，各位，杨户当时就自愿进驻在荆北这一带，在这边服马立兵，为了有一天能够南下完成这个统一的任务。但另外一个组合派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贾充。贾充其实是个蛮奇妙的人物。贾充在这个时候他是极力的反对对吴国进行用兵。各位，贾充反对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军都已经快要把吴国消灭了，他还在上书给司马炎，不要打了啊，不要打了，已经到这种地步。其实贾充跟杨户就反映了当时西晋的核心力量内部对于是否要武统是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再来对比当时南方的孙吴政权，当时孙吴政权的吴末帝孙皓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而且手段非常残酷的人。虽然说之前有孙休安定了那5-6年，把整个东吴的局势稳定了下来，重新跟南方的朱张顾禄4大家族建立了一个合作的秩序啊，让东吴的状况比较稳定。但到了孙皓之后，孙家跟朱张顾禄4大家族的对峙以及权力上的矛盾慢慢又凸显出来了，所以当时孙吴政权的状态并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孙吴政权并不构成对北方的威胁，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北方缺乏良将。各位，事实上这个时候整个西晋的开国集团面其实缺乏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良将。各位还记得吗？前面淮南作战都是司马师、司马昭亲自上，也就是司马家当然也不愿意把兵权外露给别人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时候北方的西晋政权虽然实力是明显比南方的东吴政权要强，但是并没有一个适当的统帅能够率领几十万的大军完成一次灭国性的战争。杨户算是后起之秀，但是杨户他却颇有自知之明，就是我们讲的第4点。当时的南方东吴并非没有能人，非常重要。当时南方东吴的文臣武将还是有一些厉害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镇守在荆州的大都督陆抗。各位，陆抗他的父亲就很有名啊，陆逊啊，各位。然后陆抗的堂哥叫陆凯，这时候也很长一段时间担任宰相。所以陆抗镇守在荆州这边，跟杨户可以说是隔着汉水对望，双方对峙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互有输赢，双方后来还变成好朋友。272年的时候，陆抗还在荆州这边弭平了叛乱，而且还击退了北方西晋下来的援军啊，就历史上称作西陵战役。这种我们下来讲再详细说。也就是说，到了东吴的末年，竟然陆抗在荆州这边都还能够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你就可以知道陆抗颇能用兵。我告诉各位，陆抗手上有多少兵力，知道吗？陆抗的兵力不超过3万人，竟然能够稳住整个荆州的局势，稳了10几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很有军事才能。那陆抗当然就代表朱张顾禄4大家族啊，各位，也就是说陆抗的在任就代表4大家族对东吴政权的支持度也都还在，所以东吴政权的基础就还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动摇哈。简单讲就4个字：时机未到，内外条件尚不成熟。但是条件正在成熟中就是了啦。我们会看到很快的机会就来到，随着东吴政权内部日趋于混乱，那北方的政权西晋在司马炎的主政之下，推动了若干的改革，也慢慢取得了效果。那这一天也在不久的将来就来到。好 ，OK。我想啊，关于整个西晋建国初期的历程，我们大概也跟大家陈述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哈，包括刚才徐老所提到的西陵之战啊，就陆抗到底是怎么样去扭转全局哦？这个西陵之战非常的重要哈，可以说是晋朝建国初期的最大的败仗啊。这一仗真的让北人心有余悸啊。陆抗呢，没几年就病死了哈，但是呢，北方的晋人不敢下去啊哈。陆抗274年就过世了，人家是硬是拖到280年才正式的对孙吴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整个西晋的初期啊，它有很多非常丰富层次的感觉啊。它几个层次呢，我们做个总结吧。第一个，这不是一个头角峥嵘的王朝，但它确实试图想要往上升，所以在透过世家大族几代人的经营，然后以杀戮的方式呢威服，还有建立一些军功的方式呢，最终爬上去。可是世人群体似乎买单的比例呢是面服心不服啊，所以西晋就在
在政治上呢，它的合法性就相对削弱。那另外呢，司马炎作为一个太平公子哥上来之后，他也缺乏像他的祖父辈非常朝朝生气蓬勃的一种锐气，而且他本身也不是军功起家的。再来，你可以看到整个司马家的团结也不若以往。照来说的话如果这个时候司马攸已经过继出去，可是怎么样，他们还是亲兄弟嘛，同父同母生的嘛。那如果要照过去司马家的安排的话，就是司马攸坐镇嘛，那你就干脆司马炎就御驾亲征，是不是也是一种以前的做法？因为司马孚这时候年纪也大了啦，你总不可能老是要求大叔公还每天在战场上疲于奔命，他能帮你稳住政治也很不错。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家也是有一些补救措施的啊，比如说呢，他们家族就会去充分的扮演一些在儒家文化里面呢作为礼仪上面的一些示范，比如说司马孚号称叫大魏忠臣，那更早的司马朗号称呢叫大汉忠臣。那你也可以看到呢，不管是司马师或司马昭的太座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在扮演好一个母仪天下的角色。好，而且你可以看到有2个已故的先帝的太后也没有2公之争，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是做了很多这种拉拢人心的作为啊。司马家就是爱玩政治，可是终究避不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朝堂它所继承的体制其实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朝廷的重建是谁重建的？事实上是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就已经建构了这个朝廷。因为献帝出奔的时候，原本的朝廷已经彻底崩毁了。从曹操时候到现在这个朝廷，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已经几年了。所以整个朝代缺乏欣欣向荣之气，跟那一种打土军功打上来的，还是有很大的落差了哈。所以为什么说整整拖了14年才完成了统一的趋势，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强大的背景之在的。至于呢，非常非常精彩的所谓杨陆之交啊，到底陆抗呢是怎么用3万兵啊玩出很多花火的那让北方西晋呢，即便他过世之后，迟迟不敢南下，到底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呢？陆抗跟杨户是如何来交手呢？到底苏武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下一讲来好好的聊一下哈。好，今天关于户来座谈呢，我们历史讲堂大任圣先我们就聊到这里司马家的故事还要继续前进到底这个国家如何的统一建立，还有什么精彩故事还非常的多。那最后呢，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呢最终30万订阅，所以要麻烦大家订阅起来。更重要的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有会员专属完整版，你想听更长的故事、更完整的细节呢，请移驾到会员版里面。最后请帮我们超级感谢给我们更多粮草赞助，也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跟看法。来欢迎透过线下的赞助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谢谢学长。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讲再相见喽，拜拜。拜拜。